Codex 可能就是當下性價比最高的 AI 工具，但非常有意思的是，很多平時每天都在用 ChatGPT 的人，卻完全把它給忽略了。大家都習慣在網頁端跟它聊天，卻不知道本地的 Codex 才是它的最終形態。而且這個看起來像開發工具的東西，反而對 AI 小白和學生黨是最友好的。如果你是剛入門的 AI 小白，不知道選擇哪一個 AI 大模型，又或者糾結使用哪一款 AI 工具進行 Web Coding，那麼看完這期視頻一定會對你有一些幫助。我們先把日常使用分為3個最通用的方向：文字處理、代碼編程與生成圖片。如果你在日常使用中會涉及到其中2類或者2類以上，那麼我覺得你可以直接選擇 ChatGPT。由於本地 Codex 的存在，在多類型任務協作時，它的體驗一定是最好的，性價比也是最高的。為什麼這麼說？我們把 Claude、Gemini、GPT 放在一起，從這3個核心場景橫向對比一下，你就明白了。首先，在處理文檔和文字方面，目前這3個大模型的上下文長度都是在100萬左右，用起來差距並不明顯。而在核心的性能跑分上 ，Claude 和 GPT 處於第一梯隊，都是比較靠前的。雖然 Claude 的跑分比 GPT 還要高一些，也確實更擅長寫長文和寫代碼，但對於普通用戶，尤其是新手小白來說，它有幾個致命的缺點。第一是它的賬號风控特別嚴格，第二是它的額度限制。雖然它的模型確實很強，但也正因為模型強，官方給的額度非常嚴苛。再加上新手小白平時不太會優化提示詞，而且喜歡一直在同一個對話框裡聊天，結果就是你可能感覺自己沒聊幾句，額度直接就用光了，體驗非常受限。第3也是最重要的一點，就是它完全沒有生成圖片的能力。如果你在平時的工作或者學習中有任何圖片生成的需求，那麼 Claude 對你來說就絕對不是一個合適的選擇。再看谷歌的 Gemini， 虽然它有 Notebook LM 適合做深度研究，而且背靠自家的搜索引擎，联網搜索的体驗也不会太差。但在最核心的 Agent 體驗和寫代碼能力上，無論是對比 OpenAI 的 Codex 還是 Claude Code， 體驗都相差了一大截。而且在生圖模型上 ，Gemini 的 Nanobanana 和 ChatGPT 相比，也是完全沒法比。在当下這個時間點 ，GPT 的圖片生成能力依然處於斷檔式的領先。拿我自己來說，我之前非常喜歡用反重力這個編輯器，就是因為在同一個編輯器裡面，我既可以用它做日常寫作，也可以用它寫代碼，甚至能直接生成圖片。但現在這些功能在 Codex 中全部都能實現了，而且無論是編碼能力還是圖片生成能力，效果都更好。大家可別覺得 Codex 只是個寫代碼的工具，現在的它已經越來越像一個通用的 Agent， 能夠幫你解決非常多的事情。比如最基礎的，你可能只是想找它聊聊天、查查資料，可能以前還比較麻煩，需要你先關聯一個項目，但現在它自帶了獨立的聊天界面，哪怕你不做任何開發，也能把它当普通的 AI 助手，隨時向它提問。如果你有編程的需求，它不僅能自動寫代碼，右側還帶了一個類似 IDE 的文件面板。只要你的項目不是特別複雜，你隨時都能在裡面直接查看到本地代碼庫的項目結構。如果是需要執行一些命令、跑腳本，它也內置了命令行 CLI 終端，你不需要頻繁的在各種窗口之間來回切來切去，在 Codex 的面板裡就可以完成全部操作，甚至在 Codex 裡面也可以直接生成图片。如果是搭配上一些專門的 skill， 在體驗上還會更加方便。比如你可以將一些常用的風格固定為一個 skill， 然後通過 Codex 調用這些 skill 生成圖片，這比你每次在網頁上都手动輸入一大段提示詞要方便得多。比如我平時隨手拍的一張耳機的照片，直接在 Codex 裡面調用我們配置好的 skill， 它就會主動詢問我們要轉換成哪種風格，不管是卡通手繪、產品原型，還是高大上的宣傳海報，它都能一鍵生成。在生成完產品圖之後，你還可以繼續讓它幫你做後續的工作，比如給這個耳機做個漂亮的落地頁，或者把產品圖直接上傳到電商後台。你可以直接用 Codex 裡的 Product Design 這個插件來設計網頁，甚至調用 Computer Use 功能，讓 AI 模擬人工操作，直接幫你把圖片上傳到網站上。也就是說，從文檔處理、圖片生成，再到寫代碼，甚至最後的商品上架，這整套流程你都可以在 Codex 這一款應用裡面閉環搞定。最後我想說，如果你是 AI 老手，當然可以去折騰各種更細分的工具，但如果你刚入門，在当前這個時間點， ChatGPT 加上 Codex 依然是性價比最高的選擇。好了，那麼本期視頻就到這裡了，如果對你有幫助，別忘了點讚和訂閱，我們下期再見。